Where'd he come from? Where'd you come fro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Canis lupus. Vulpus vulpus. I don't think he speaks English or Latin. Pensez-vous que l'hiver sera rude? I'm asking if he thinks we're in for a hard winter. He doesn't seem to know. I have a phobia of wolves. What a beautiful creature.2009年，由维斯·安德森执导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一部给孩子看的儿童动画，那就错过了一半的精彩；若只当成一部冷幽默的搞笑动画，也会忽略其中真挚动人的情感。电影改编自儿童小说，安德森用标志性的美学风格，把故事变成一面映照现代人焦虑、欲望与妥协的镜子。在当时电脑 CGI 已经主导动画界的背景下，安德森却做了一个逆潮流的决定，选择定格动画这一形式。这并非单纯怀旧，而是对独特美学的坚守。所有角色都是手工制作的玩偶，根根分明的毛发中透着细腻的表情。这种带有手工痕迹的质感，比光滑的电脑特效更具温度，将观众带入一个既真实又奇幻的微观世界。配合安德森标志性的对称构图、饱满色彩以及舞台剧般的场景调度，共同构建了这一视觉盛宴。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故事始于一个黄昏，山坡上，一只穿着定制灯芯绒西装的狐狸正听着随身听，悠闲地啃着苹果。他就是本片的主角狐狸先生。此时，他正和穿着朴素的妻子狐狸太太一起进行职业生涯中最大胆的一次盗窃。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人一边聊天一边行动，敏捷地潜入农场。魂斗罗式的游戏画面般过关斩将后，顺利偷到了乳鸽。看得出来，这对搭档早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手。然而，就在行动即将圆满结束的关键时刻，由于狐狸先生的过度装逼，非要拽一下旁边的机关锁链，结果乐极生悲，两人被困进了铁笼里。而就在这时，狐狸太太说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I'm pregnant. 危急关头，狐狸太太对他说，如果明天还能活着，希望狐狸先生从此改行，不再做贼。面对妻子的严肃请求和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他便答应了下来。镜头一转，时间已经过去了12个狐狸年。当年叱咤风云的江洋大盗狐狸先生，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报社专栏作家。清晨，他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翻看报纸，过着看似安稳的朝九晚五生活，但内心的野性逐渐苏醒。狐狸太太告诉他，儿子的表弟要来寄宿一段时间。面对本就局促的地下洞穴，狐狸先生愈发不满，开始渴望改变现状，决心搬到地面上，为家人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临出门前，他和正在刷牙的阿什道别。这个小狐狸披着披风，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打破。狐狸先生留意到山丘上的一座树屋正在出售，在房产中介的陪同下，他越看越满意，觉得这里风景绝佳。在看房期间，他还结识了房屋修理工附属凯利。凯利的大脑会时不时死机，一个问题抛出后，凯利就宕机了。无意间，狐狸先生透过窗户看到了远处的3个农场，这也是让他真正决定买下房子的一个原因。因为农场唤醒了他内心里压抑已久的本性，嘴巴上说着我是名专栏作家，其实心里已经开始了偷盗的计划。随后，狐狸先生找到了他的老朋友欢律师。欢律师查阅资料后严肃提醒，这栋房子不仅贷款利率高达 9.5%， 还靠近3位危险又吝啬的农场主，十分不安全。他详细介绍了这3位邻居。养鸡的伯吉斯胖得几乎走不动路，一天4餐，每天要吃12只鸡。养鸭鹅的邦斯矮小如侏儒，最爱吃鹅肝酱甜甜圈。还有养火鸡的比恩，瘦高如火柴杆，却是3人中最聪明狡猾的一个，每天都喝自酿的烈性苹果酒。欢律师甚至用一首童谣形容他们的难缠。但狐狸先生早已有了答案，仍执意买下那栋房子。这波操作真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就这样，狐狸一家开始装饰新家，而命运的齿轮也随着这次搬家开始疯狂转动。这时，狐狸先生儿子的表弟克里斯拎着行李住进了他们的新家。两个小狐狸很快就来到树枝上比试跳水。克里斯天生擅长运动，动作干净利落。阿什笨拙落水，溅起一大片水花。这一比，阿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直想得到爸爸的认可，可突然冒出来的表弟处处都比他强，嫉妒和自卑的种子就这么埋下了。旁边，狐狸太太安静地画着油画。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电闪雷鸣正逼近一棵大树，像是导演在暗示危险即将来临。深夜，狐狸先生和附属凯莉站在高处，望着远处的农场。压抑了12年的天性终于按捺不住了，为此他甚至准备好了黑色头套。接着他构思了一套自认为周密的大师计划，并邀请凯莉一同加入。然而话还没说几句，那双迷茫的眼睛又出现了，凯莉第二次宕机下线。在学校里，阿什和表弟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明显。两人一起做化学实验时，一位女同学还主动向表弟表达了好感，这让阿什心里更加不是滋味。第一个夜晚，狐狸先生和凯莉趁着夜色迅速行动。他们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配合熟练，最终惊险又刺激地拿下了伯基斯养鸡场。这里有个很细节的伏笔，两人在行动途中不经意间第一次提到了狼。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狐狸先生竟然对狼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这不禁让人好奇，狼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次日，狐狸太太发现家里突然冒出了绑着伯基斯标签的鸡，心中不免起了疑心。狐狸先生只好解释说是打折买来的，这才勉强蒙混过关。It's Bunce tonight. 当晚，他和凯莉再次出动，潜入邦斯的冷冻熏房，执行大师计划的第二阶段。这一次，他们的行动其实全程都在监控之中，只是由于邦斯一时大意，才让两人再次得手，满载而归。故事再次回到学校的运动场上，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场狐狸棒球比赛。教练刚讲完基本规则，表弟便主动上场，直接替换了阿什。顺带一提，狐狸先生当年正是这所学校里这项运动的明星选手。可惜的是，阿什显然没有继承父亲出色的运动天赋，反倒是表弟一记漂亮的本垒打，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各方面都胜过阿什。场边的那个女同学更是举着牌子为表弟疯狂打 call。 We're going steady. 晚饭时，狐狸先生又借口去签售会，带着凯莉外出，实际上是前往比恩的苹果酒窖，执行大师计划的第3阶段。路上阿什也想加入，但狐狸先生随口把他打发了回去，依旧没有在意阿什的感受，反倒是表弟随后赶来想参与行动，狐狸先生却爽快答应，显然对他更加认可。进入酒窖后，满屋金色的苹果酒让人震惊，狐狸先生却故作镇定地介绍起来。这时，看守酒窖的老鼠点燃火柴现身，警告他们这是非法闯入。和之前2次不一样，这次没那么容易。老鼠手持小刀，身手不凡，吓得凯莉直接躲了起来。关键时刻，比恩夫人突然进门取酒，众人一分神，表弟趁机出手，使了一招，让老鼠掉入了箱子之中。就这样，大师计划的第3阶段再次得手。3个农场接连失窃，农场主们怒不可遏，召开闭门会议，决定找出狐狸先生并除掉他。他们很快摸清狐狸一家的住处，准备蹲守埋伏。而另一边，狐狸先生和凯莉蹑手蹑脚回到家中，却被狐狸太太当场逮住。此时他已经明白他们又去偷盗了。3位农场主埋伏在狐狸先生家门外的灌木丛中，等待他出来透气时一举射杀。但机警的狐狸先生很快嗅到了危险，在乱枪声中仓皇躲进树洞，总算捡回一条命。不过他的尾巴却没能保住，被比恩当作战利品带走。随后，比恩通知手下带来更多弹药和挖掘工具，准备展开一场持久战。狐狸太太刚给狐狸先生处理完伤口，两人躺在床上，后悔当初不该买下这栋房子。 What was that? What? I said. Wake up, everybody! They're digging us out! 与此同时，3位农场主已经开始掘地3尺，拆房挖洞寻找他们。生死关头，狐狸一家只能发挥祖传的打洞本能，拼命往更深的地底下挖地道，躲避追捕。来到一处洞穴后，狐狸太太单独叫住了狐狸先生，神情严肃地质问他，为什么违背当初的承诺，又干起偷鸡摸狗的老本行。他既伤心又无奈，也明白如果再不改变，他们一家迟早会走上绝路。折腾了一整晚，3位农场主几乎刨掉了半个山头，却依旧没找到狐狸一家的踪影，只挖出了狐狸太太的一幅油画。比恩又打了一通电话，调来了挖掘机，开始更加疯狂地翻挖整片土地。察觉情况不妙，狐狸一家只能继续向更深的地下逃亡。
一天下来，原本长着大树的山头已经被彻底铲平，地面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狐狸他们躲进一个刻有图形的洞穴暂避，狼狈不堪。但农场主们并没有打算放过狐狸一家，这一次，他们甚至动用了炸药，将山坡炸出一个巨坑，暴露了狐狸一家的地道入口。他们召集所有员工持枪围住洞口，企图困死狐狸一家，还邀请媒体现场直播，硬是把围剿搞成了荒诞的 live show。这下麻烦大了，爆炸和封锁切断了所有动物的食物来源，狐狸一家也只能躲在地底深处坐以待毙。3天过去，3位农场主守在洞外，静待狐狸一家极限的到来。这时候，欢律师带着同伴挖通地道，突然出现。原来他们的生存同样受到了影响，于是把责任全都怪到了狐狸先生身上。正说着，阿石被海狸欺负了，表弟站了出来，一套组合拳帮阿石找回场子。关键时刻，狐狸先生突然有了主意，他凭借灵敏的嗅觉判断方向，带着大家把地道直接挖向3个农场主的后方大本营。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找到了水和食物，也暂时解决了眼前的生存危机。有了食物，地下的动物世界重新热闹起来，大家分工明确，过上了有模有样的群居生活。农场主们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想出新招，架起水管，准备用苹果酒灌满整个地下洞穴。就在大家准备庆祝时，阿石却找到了表弟，两人计划偷偷潜入比恩家，想把狐狸爸爸的尾巴拿回来。可一份刚出炉的苹果派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两人实在抵挡不住诱惑，3两下就吃了个精光。正是这个举动，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混乱之中，只有阿石成功逃了出来，而表弟却被抓住了。大量苹果酒顺着管道涌进地穴，动物们连同食物和家具被冲得七零八落，最终被冲进了一条下水管道。清点人数时，狐狸先生这才得知，为了帮他拿回尾巴，克里斯已经落入了危险之中。动物们再次陷入困境，狐狸先生陷入沉思。在狐狸太太面前，他终于开口认错，当初不该重操旧业，连累了所有人。这一刻，他好像真正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他决定独自去面对农场主，做一个真正的了不起的狐狸先生。他向狐狸太太袒露心声，他们本就是狐狸，是野兽。他要用自己的天性和本能去赢得这场较量。临行前，他用自己的经历安慰儿子阿石，随后当着所有动物的面，带着一种大义凛然的悲壮感，毅然走向地面。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欢律师实在不忍，立刻组织动物们分组行动，筹备起营救计划。狐狸表弟被关在一个铁笼里，而欢律师正带着大家寻找他的下落。途中，他们遇到了老鼠，老鼠拿着农场主的信，说要用狐狸先生去交换狐狸表弟。显然，农场主还不知道抓错了人。I'm his son. 老鼠得知阿石才是真正的少爷，立马改变主意，想抓他去领赏。危急时刻，狐狸太太挺身护子，尽管实力不敌，仍坚定地挡在阿石面前。随后，狐狸先生闻声赶来，与老鼠展开激烈搏斗。最终，老鼠被电击倒地，奄奄一息。在临死前，他透露了狐狸表弟被囚禁的确切地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狐狸先生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他重新制定计划，利用动物们各自擅长的天赋技能，准备和农场主们正面对抗，救出狐狸表弟，争取最后的胜利。在废墟上，狐狸先生完成了那段原本在餐桌前没能说完的演说，成功点燃了所有动物的斗志，纷纷摩拳擦掌加入行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狐狸太太在墙上画出了行动地图，而画面中的闪电已经逼近农场一侧，这正好呼应了之前那幅油画，象征着危险正在从狐狸一家转移到农场主那一边。狐狸先生回信给农场主，假意答应谈判，农场主却设下埋伏，准备赶尽杀绝。Synchronize your clocks. The time is now 9:45 a.m. 约定时间一到，谈判现场气氛紧绷。狐狸先生率先点燃街道，制造混乱。趁着烟雾掩护，他们冲出地面，开着3轮摩托直奔关押表弟的仓库。仓库门口遇上守卫犬，狐狸先生独自留下断后，让凯莉和阿石进去救人。Hey, I can fit through there. You wanna know why? Why? Because I'm little. 阿石一番神操作，笼子从高处跌落摔碎，表弟终于脱困。经历这场冒险，两人的矛盾也随之化解。随后4人会合，与农场主正面对峙。千钧一发之际，阿石挺身而出，凭借灵活的身手躲开子弹，用一记标准的狐狸棒球动作打开了门，放出了那条恶犬。恶犬发狂追咬比恩，扯掉了他脖子上挂着的狐狸尾巴领带。狐狸先生4人趁乱骑上摩托，阿石也终于得到父亲的认可，戴上象征身份的黑色头套。随后，众人冲出枪林弹雨，成功脱身。
他们还顺手带走了那条象征性的狐狸尾巴，行动圆满完成。在4人返回的路上，他们远远看见雪山方向站着一匹孤狼。狐狸先生凝视着那个孤独的身影，眼中泛起泪光，默默抬手向孤狼致敬。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孤狼也轻轻抬手回应，仿佛一场无声的告别。3位农场主仍守在下水道口，执着等待狐狸先生的出现，但他们并不知道，动物们早已适应了地下的生活，还建立起了自己的秩序和分工，各司其职。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稳定的物资来源，一家属于伯吉斯、邦斯和比恩的国际超市。尽管狐狸先生再三叮嘱要遵守规则，孩子们却仍忍不住肆意搜刮，这是天性使然。狐狸先生、狐狸太太与凯莉代表的成年世界，则选择在周6超市打烊时有序获取食物，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狐狸太太这时也告诉了丈夫一个好消息，她又怀孕了，一个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最后，狐狸先生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又富有哲理的讲话，宣告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希望。伴随着一段欢快的庆祝舞蹈，故事也在热闹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看完《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中年危机。狐狸爸爸重新去偷东西，早已不是为了生存，而是想证明自己依然身手不凡，拒绝沦为那种普通、无聊、按部就班的中年人。这种心态其实并不陌生，很多人工作稳定后反而开始焦虑，想换工作，想创业，想重新挑战自己，害怕变得平庸。但电影也很真实地提醒了一点，这种证明自己的冲动往往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风险。维斯·安德森用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童话故事，讲出了颇为复杂的人性。狐狸爸爸曾努力压抑野性，试图做个好父亲，可到了中年，那点狐狸本性还是忍不住冒了出来，于是带着全家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冒险。几番折腾后，他既没有完全放弃自由，也没有逃避责任，而是在自由与责任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或许正是这种带着几分天真与诗意的寻找自我，才构成了狐狸爸爸真正的了不起吧。狐狸爸爸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背债去住树顶大豪宅，其实和我们现实里折腾换车换房一个样，试图用外表的风光去遮掩内心的空虚。但电影很快就戳破了这种体面。用早餐时，他西装革履却狼吞虎咽，几口就把食物扫光，瞬间就出卖了他骨子里那对没被文明磨平的獠牙。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开挂的英雄，有的只是认清了自我的凡人。我们总在得体的专栏作家和偷鸡的狐狸角色之间拉扯。成熟不是彻底抹杀野性，而是在明白我本来就是只狐狸后，依然愿意为了家人钻进最脏的下水道。说到底，体面是演给外人看的，而野性是留给自己呼吸的。阿石对天才表兄的嫉妒，那种复杂的恨意，交织着延绵的亲情，才是家庭生活的真相。但那个深夜，两兄弟在模型火车的叮咚声中相对无言的瞬间，比任何煽情的和解都更真诚。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场忧伤的华丽，我们不必非要成为那个聪明的、运动天赋非凡的克里斯托弗森，哪怕你只是那个有点自卑、格格不入的阿石，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铁轨和节奏。爱有时很简单，当一个人在黑暗里感到难过时，有人默默陪着他，看那列小火车一圈一圈转下去。电影结尾，狐狸爸爸在胜利归途中看到了远处雪地里的荒野独狼，那是纯粹的自由，是未被驯化的野性，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那个本可以成为的自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告别。我们没能成为浪漫的诗人，没能成为世界的探险家，而是被困在房贷、孩子和超市打折券的琐碎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屈服了。向狼含泪挥别，是因为我们懂得了敬畏，敬畏生活，敬畏责任。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承认自己无法拥有绝对的自由，但这并不代表平庸，因为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我们依然能凭借着那点残存的野性，在满是泥泞的现实里，为自己和家人挖掘出一个温暖、闪亮、只属于我们的地下王国。本期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解说完毕，欢迎点赞、评论、分享，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我们下期再见。